讲中文恰中国范的外国油管主播，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这个网红利基市场当中，反共跟亲共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这些自媒体到底选择哪一种商业模式，他们会更成功呢？这一期视频我挑选了40个外国油管主播的数据来做分析和比较。要入选这个40人名单的话呢，有一个基本原则，首先就是油管主播的这个网红生涯与大中华区有密切的联系，其次呢是能够讲或者能够理解部分中文，创作是以长视频为主，内容呢是有比较大的比例跟华人相关。第三呢就是粉丝的数量原则上要超过10万，当然每一个人都有信息茧房，我努力收集的这个名单依然有可能是不完整的，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这些外国网红不在名单上面的话，就麻烦您在视频下方留言给我们，然后下次做类似的分析的时候尽可能会补充完整齐全，谢谢。那榜单介绍以前呢，按照惯例还是先声明一下，恰饭这个词呢，在这里并不是一个贬义词。我在这个视频当中主要关注的是变现能力、成长性跟商业模式等等，我们不对这些网红的政治立场做任何的道德评判。先看看40个人的国别分布，我们看到这些网红来自于15个西方发达国家，美国加上英国占比就接近一半，如果再加上加拿大、德国和日韩的话呢，占比刚好达到3/4。要能够恰中国范的话，可以讲中文还是必要的。我们可以看到有近 70% 的外国网红，他们在自己的油管频道当中主要是使用中文，有 25% 的人他们使用的是英文。那在40个网红当中呢，立场亲共的占比 45%， 加上不谈政治的中立派的话，两个类别加起来合并占比已经超过了 82%， 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从纯粹商业的角度出发来看的话呢，网红想要实现他创作内容的利益最大化，那考虑到这个巨大的中国市场的体量以及非常严酷的审查制度的话，就不太可能会选择亲台或者反共的立场。那我们看到第一个榜单是粉丝榜单，40位外国网红，他们的油管粉丝加起来超过了4600万，他们的影响力已经能够超过好多国家的人口总和了。具体来看的话呢，不同网红之间的粉丝数量的差异是非常大的。八哥和墨西哥老外这两位都是千万级别的油管主播，他们的粉丝数量分别有982万和805万。据说呢，在这个世界上千万级的 YouTuber 总共也不会超过500个。那接下来的话是小马在纽约跟The Food Ranger， 他们有600万粉丝，而其他网红的这个粉丝数量很明显跟他们前4位不在一个层次，不在一个梯队上面。那如果我们按照政治倾向来分类看的话呢，亲共的这些国外网红，其这个油管粉丝的数量平均值是最高的，其次是反共和亲台的这些派别。那这个图表说明，第一，翻墙出来看油管视频的这些国人呢，大概率还是会优先选择在国内已经比较熟悉的这些外国网红。其二呢，就是粉丝榜单的前4强都是亲共的，哪怕我们去掉八哥这个比较异常的数据点依然可以看到他们是具有压倒性的优势。那第二个榜单是收入榜单，我们可以看到40位网红每一年在油管能够赚到300万美金。那这里好多人的那个年收入其实比我预期的要低当然了，这个 Social Blade 的这个收入数据只是一个参考值，因为他们只估算了视频播放的这个广告分成，没有考虑其他的一些收入类别，而且也不考虑这个广告分成的比例以及税收等等其他的一些因素。如果按照年收入来排序的话呢，小马在纽约，他的油管收入一年能有98万美金是最高的，其次是 Food Ranger 的这个56万美金跟墨西哥老外的36万美金。
那这里只有处于头部的几位网红呢，他们的收入数据看起来还算正常，可能是因为亲共的这些网红，他们的主要精力是用在运营墙内的自媒体上面，那他们的收入的绝大部分也是来自于国内，油管只是他们选择用来发布视频内容的众多平台之一。那以德国阿福为例，他在国内一年的收入超过150万美金，但是油管的年收入只有2万美金所以在榜单里面甚至排不进前10强。可以想象的就是，如果你在国内的自媒体上没办法发布自己的视频，在国内没有什么收入的话，你会对于油管的创作会更认真更专注一些。那如果我们按照政治倾向来分类看的话呢，亲共的外国网红他们的油管年收入的这个平均值也是最高的。那虽然可以看到不同的政治倾向这些组别之间的数据差异看起来比较大，但是很可惜这些数据呢都不具备统计学意义上的这种显著性。那下面我们看一看成长性，这一些油管频道的成长性都比我预期当中要低，有 15% 的频道基本上已经处于被遗弃的状态。那这其中呢就包括了千万级别的油管主八哥。那为什么停更的这些主播基本上他们的政治倾向都是亲共的呢？是什么让他们放弃了几十万上百万的粉丝呢？我们在视频后面会继续聊。那综合考虑了这些规模、变现能力和成长性的话呢油管外国网红榜单的前3强分别就是第一小马在纽约，第二 Food Ranger 和第三墨西哥老外。这3个人呢刚刚好是来自于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个人都曾在自己的视频内容当中吹捧中国墨西哥老外尤其参加过一些媒体参访团等等更多的官方活动。那这3个人的油管频道他们在视频标题跟简介等等方面中国元素会更淡一些他们主要使用英文跟西班牙文。他们节目的主要受众呢是这些讲英文跟西班牙文的外国人，这一点与其他外国网红主要围绕华人来制作节目有非常显著的不同。前3强之所以会成功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的内容既满足了国外观众对于中国的好奇心，而又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的大外宣保持了适当的距离，没有过分的跪舔。那这些老外 YouTuber 他们当初是怎么样走上恰饭这条路的呢？我们来聊一聊外国网红的生态系统。那之所以会有国外网红这个利基市场呢，是因为国内有很多人他们在学习外语，那看外国人的视频实际上就是寓教于乐。另外呢，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他们具备外貌上的稀缺性也有独特的吸引力，更何况呢，他们能够带来与本地文化截然不同的新鲜有趣的视角。另外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心理学的角度呢，人都喜欢听人家讲一些好听的话、恭维的话，而来自于外国人的肯定就会让观众特别容易产生共鸣，而这一些就是观众的视角，也是对内宣传的一个视角。而从宣传部门的角度以及从对外宣传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中国迫切需要加强软实力的建设。那在对外宣传的时候中国人你想要做这种工作的话，就会有语言跟文化的天然的隔阂。而且呢，孔子学院跟社交平台上面的各个政府媒体账号，他们都遭遇了系统性的打击，所以现在市场供给上出现了空白。所以当这个对外宣传的需求因为疫情中国形象受损变得特别急切的时候，所有的这些因素就共同塑造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外国网红的利基市场。那当市场出现空白以后，能够填补空白的就是那些已经身在中国具备一定中文能力的外国留学生，或者本身就是已经在中国的宣传系统工作的这些外国人当然也有一些是因为看好中国市场被网红机构
引进的这些国外比较成熟的网红，比如说八哥。那外国网红生态系统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家叫做中国国际传播集团的公司CICG， 他们是由国务院的新闻办公室来直接管辖的。那 CICG 旗下的这个叫做旭方国际传媒呢，它是培育高质量网红内容的主要参与者跟关键的操盘手。那旭方他自己创建了 My China Story 我的中国故事跟 China Matters 世界中国这两个内容的品牌。那通过参加旭方以及各地宣传机构跟各个大学组织的各种活动呢，外国的网红就能够可以就某个特定的宣传主题来创作他们的视频内容，并且发挥他们的影响力。我们来检查看看这个生态系统运作的怎么样。那 CICG 跟旭方他们培育的外国网红的话呢，国内的粉丝数量加起来超过了1亿6千万。那这一个呢，对内宣传的媒体覆盖跟影响力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跟一些中央级的大媒体相匹敌了。以这份名单来看，外国网红在墙内的影响力是相当可观的。最著名的是这个弗拉夫，他有近3000万的国内粉丝，其次是郭杰瑞有2600万，高佑诗有2200万。那在对外宣传上，我们之前看到就是外国网红他能够影响到4600万人。以宣传部门针对新疆发起的这个宣传攻势为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活动它总共征集到了120万条视频，外国网红创造的这些内容已经可以足够主导油管的搜索结果，可以把这个世界舆论向着有利于中共的这个方向提升 27%， 那这个传播效果还是相当让人印象深刻的。接下来的话，我们会选择2对欢喜冤家来做2组网红的案例对比和分析。他们分别是德国的阿福跟老雷，以及美国的勒勒法利和郭杰瑞。老雷呢，他比阿福成名要早，2个人的视频风格是截然不同的。老雷的视频比较严肃，而阿福呢，他是靠搞笑视频火起来的。2个人视频更新的频率差不太多，总体来看的话呢，阿福的粉丝数量跟年收入大概都是老雷的 3.5 倍左右。这2个德国人的油管内容都是以长视频为主，阿福他偶尔也会玩一下短视频。过去1整年呢，我们看到阿福的视频播放量明显比老雷要高不少，但是最近几个月大家的表现是相当接近的，原因就在于阿福的频道他的粉丝增长出现了问题。阿福的粉丝之所以在大量的流失，是因为第一，在减肥成功以后呢，阿福他不再是那个憨憨可爱的德国佬了，而是改走高冷路线。那第二呢，在疫情期间，阿福抛弃了自己在上海的妻子和狗狗，他独自逃回德国，这个操作非常败坏自己的形象。第三，我觉得最过分的是在疫情以后，阿福以朱莉不能够生育为理由抛弃了这个陪他一路走来一起制作视频，一起经历了种种的这个结发妻子。那他这个做法呢，就是让他苦心经营多年的这个好男人好老公的形象彻底崩盘了。我们来比较一下这2个德国佬抛开政治立场不谈的话，你会选择支持谁呢？很多人说阿福是妥妥的人生赢家，没错啦，身价早就过亿了。老雷呢，是眼红人家比他成功的确你看这个老雷，他一直就是一个神神怪怪不修边幅的老 loser 的形象我记得老雷曾经在他自己的一个视频当中批评阿福，说他爱慕虚荣。他说阿福把参加德国总统的这个活动的照片一直放在自己微博的首页。其实老雷他大概是忘记了，他自己也把当年参加锵锵三人行节目的照片放在油管频道的首页，对不对？所以你说老雷他是不是完全不眼红阿雷？我是不信的不过也是人之常情，这并不丢人。老雷虽然怪了一点，但是阿福在成功之后的这种背叛跟冷血还是更让人心寒。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老雷就显得可爱多了。那下一对相爱相杀的好基友就是我们的乐乐法力跟郭杰瑞，这两位呢其实是大学的舍友，后来也一直是很好的朋友，虽然都走上了网红的道路，但是却选择了截然相反的方向。那郭杰瑞的油管频道已经停更快2年了，所以在频道的数据表现上，除了粉丝数量还占优势以外，基本上乐乐法力在其他方面都完全碾压郭杰瑞了。我们可以看到郭杰瑞的粉丝在大量流失中，而乐乐法力的这个油管频道一直是都非常活跃的，他偶尔也会玩短视频。从全年视频播放跟粉丝增长2个指标来看的话呢，郭杰瑞的频道已经是一条直线了，早早就已经放弃治疗放弃抢救了。那所以这对活宝你会选择支持谁呢？乐乐他曾经专门出了一期视频批评郭杰瑞在疫情期间他只拍美国负面的东西，而对于中国负面的就是视而不见。为了证明郭杰瑞这种中共大外宣是典型的两面派乐乐法力在节目当中公开了他跟郭杰瑞之间的这种私人通信的内容说实话，乐乐的这个操作扭转了整个节目的走向。首先呢，我觉得先站队选好立场之后，再根据立场来做节目，这个是在网红当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虽然乐乐本人他在这方面也并没有做得多好，但也不是说就不能就此来批评郭杰瑞。但是两个人政治立场不同，公开批评是一回事，把私人通信公开这是另外一回事了。我觉得政治立场不同依然是可以做朋友的。那郭杰瑞很明显他是把乐乐当作朋友，所以才会在私底下的这个交流当中是比较坦率的。但是未经许可公开朋友之间的这种通信内容，在我看来这就是背叛，这就是从人家的后背来捅刀子。或许乐乐法力他觉得揭开这些网红的两面派嘴脸哪怕手段下三滥一点，也是为了公共利益，也是在伸张正义吧。但说实话，我个人完全没有办法认可乐乐法力的这种判断，也不太可能会把这样的人当作是自己的朋友。那这些恰中国范的外国网红呢，很多人在火过一段时间以后，往往就会归于沉寂。那感觉上总觉得外国网红这个群体他们放弃的比例会特别高，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国内严酷的这种舆论环境让他们很容易遭遇挫折，很容易放弃呢？首先第一个，辱华这几乎是每一个外国网红都逃不掉的宿命，因为你想要避开所有可能导致辱华的陷阱，本身你就必须得是一个段位特别高的反贼才行而这一点对于外国人来说确实有点要求太高了。所以你看看信誓旦旦仅仅是因为选错了一个背景音乐就被讨伐，类似这种辱华的事件不会是第一起，也不可能是最后一起。那如果想要在墙内跟墙外同时经营自媒体的话，那这些外国人他非常容易被人抓住小辫子，说他们是两面派。比如说小马在纽约，他在国内的平台介绍自己的女朋友就说是中国人，然后在国外的平台就改口说是台湾人。这种小细节一不小心就很容易被人家当作是两面派的实锤跟铁证。更要命的是就是哪怕你完全是无心之失比如说像西南他无意之间点开了一张恶搞的图片，又或者是根本就是在直播的时候被人有意的陷害，故意来捣乱。就比如说护城风经历的这些事情任何一种可能都可能会导致你瞬间被全网封禁，全网消失，那你几年的努力都有可能毁于一旦。那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性跟挫败感的确非常容易让人因为这个心灰意冷而放弃。所以哪怕聪明如高佑思这种外国人他们能够在官方活动当中给各地宣传部门的官员来演讲，来分享经验，哪怕是这种段位的外国人，国内舆论环境的这种反复无常还是会让他们措手不及比如说巴以战争爆发以后，因为这个犹太人的身份高佑思他就遭遇了粉红的反噬。那同样是犹太人，那郭杰瑞
也很难幸免。那阿福的人设崩塌固然可能是自作孽不可活，但正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嘛，还是会有人说他之所以能干出这种缺德事是因为他长久以来要违背自己的本心来拍中国人的马屁，虽然赚了很多钱，但却是一种低自尊的活法，时间久了就难免心理会扭曲，会变态，所以他一旦减肥成功了，一旦有钱了就要不顾一切任性一回发泄一下，对不对？所以林林总总所有这些最终造就的结果就是的确外国网红他们停更的这个概率看起来是要更高一些在国内外目前言论的环境都趋紧的这么一种背景底下，这些身处舆论漩涡之中的外国网红，他们在功成名就之后有时候选择激流勇退，虽然不难理解但是终归还是觉得有一点点可惜。我个人觉得我更希望看到的是他们在可以自由竞争的市场上因为他们的视频内容不靠谱因为胡吹海边最终信用破产而遭到唾弃，而不是说现在出于压力而不得不停更就比如说我更希望看到乐乐法力他用摆事实讲道理，用更好的视频内容来打败大外宣郭杰瑞，而不是说给人家扣一顶帽子说人家是两面派。那简单小结一下，我觉得第一，到底谁更赚钱呢？如果你看全网所有平台的数据汇总的话呢，亲共的自媒体更赚钱，这一点显而易见，因为市场更大。那在墙外自由竞争的信息市场上到底哪一种政治倾向，哪一种商业模式更赚钱呢？数据上虽然表现出来有差异，但是这些差异呢，没有办法在统计学的角度上得到证明所以我们唯一比较肯定的一点就是亲共的自媒体相对更成功，但是风险也更高。那第二点，从宣传部门投资回报的角度来看，外国网红他们的宣传效果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相当值得肯定，这些钱花的是非常值得。那最后一个 take away， 那就是自媒体人在日趋紧张的这种舆论跟言论的环境底下，到底如何对冲各种风险，包括政策风险等等，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对每一个自媒体人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那这里是艾森的频道，如果我今天的分享对您有帮助的话，请记得点赞转发我的视频并订阅我的频道，祝您有兴趣愉悦的一天，谢谢。